哪怕在这个甚至不需要等到明天的时刻，如果你现在就把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收集起来，平均分配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我敢向你保证，不用过太久，甚至就在那个夕阳落山之前，财富的分配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。原本富有的人依然会变富，原本贫穷的人依然会在泥潭里挣扎。为什么？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这符合物理学的熵增定律，也符合人类社会的演化规则。很多人都死死盯着那些亿万富翁口袋里的钱，觉得那就是我们之间的距离。这种想法不仅大错特错，简直是愚蠢至极。这中间的差距根本不是那一开始的本金，不是你父亲是谁，也不是你是否中了那该死的彩票，而是你们如何运用时间。上帝最公平的地方在于，他给了每个人每天24小时，无论你是沃伦、巴菲特还是街边的流浪汉，这一点是平等的。但这仅有的平等，被大多数人挥霍得一干二净。特别是如何运用那些你不必为了生计而奔波的时间，也就是你下班后的那几个小时。我看过太多所谓的聪明人失败了。请注意，我说的聪明是指他们的智商测试分数很高，他们在名牌大学里拿到了漂亮的学位证书，他们在办公室里像驴子一样勤奋工作，但他们最后就是过得平平庸庸，甚至一塌糊涂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？因为他们停止了学习。他们在离开学校大门的那一刻，或者在打卡离开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就把大脑的电源关掉了。他们觉得学习是一件只属于学校里的苦差事，或者是一件只属于工作时间为了应付老板的任务。这种想法简直愚蠢至极，这是在自掘坟墓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非常复杂，变化非常快，科技在迭代，商业模式在颠覆。如果你不想被这个世界像丢弃废旧电池一样淘汰，你就必须成为一台持续的学习机器。这不是一句挂在墙上的励志口号，这是丛林法则下的生存必需品。如果你把学习当成一项任务，那你永远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。只有当你把学习当成呼吸一样自然的需求时，财富才会作为副产品随之而来。想想沃伦、巴菲特，你们都羡慕他的财富，看着那个股票代码后面不断跳动的数字眼红，但你们没人羡慕他的日程表。如果我把他的日程表给你，你会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枯燥的生活。他醒着的时候，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坐着阅读。我也一样。如果你去伯克希尔的办公室，你会发现那里安静得像一座图书馆。没有人在那里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忙，没有人在那里大声咆哮着打电话，没有人在那里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演示文稿，大家都只是在那阅读和思考。我们两个就像是长了脚的图书馆。沃伦之所以能成为沃伦，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多少，虽然他确实很聪明，而是因为他比你更愿意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继续打磨他的大脑。你下班后在做什么？请诚实地回答自己。你在看那些毫无营养，除了让你傻笑什么都留不下的综艺节目吗？你在和一群同样迷茫的朋友喝酒吹牛，互相麻醉吗？你在拿着手机，手指不停地滑动，看那些让你大脑萎缩、注意力涣散的短视频吗？如果是，那你就是在亲手埋葬你的未来。市场是非常残酷的，它就像一个屠宰场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一场游戏的规则，如果你不了解人性，如果你不了解历史，你就是待宰的羔羊。而这些知识，学校里的老师不会教你，你的老板也没义务教你。你必须自己在下班后，在那盏孤灯下，
一点一点的去啃下来。我这辈子推崇一种思维方式，叫做逆向思维。哈佛法学院邀请我去演讲，我没有告诉他们如何获得幸福，我告诉他们如何确保自己度过悲惨的一生。如果你能避开所有导致悲惨的陷阱，剩下的就是幸福了。在投资和生活中也一样，如果你想在股市里赚钱，你先别想怎么赚钱，你先想怎么亏钱，怎么才能亏得最惨。我想列一份破产清单，只要你照着做，我保证你会倾家荡产。第一，追涨杀跌，完全被情绪左右。第二，借钱炒股，使用高杠杆。第三，听信所谓的内幕消息，或者盲从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电视股评家。第四，投资你自己根本不懂的东西，仅仅因为那东西最近涨得很好。好，既然知道了这些行为会导致必然的亏损，那你就坚决不去做这些事，这就叫逆向思维。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思维工具，但很少有人用。大家都在忙着寻找成功的秘诀，却没人去研究失败的清单。我在下班后经常会整理这些失败的清单，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世俗的智慧，这种智慧不来自高深的理论，而来自对常识的坚持。大多数人之所以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不够理性。他们总是试图用高智商来弥补常识的匮乏，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。很多年轻人告诉我，他们没时间读书，这是谎言。每个人都有时间，关键在于你怎么分配你的优先级。如果你觉得追那部虚构的肥皂剧比提升自己的认知更重要，那你就别抱怨为什么别人赚钱比你容易。财富不仅仅是金钱的累积，更是认知的变现。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越深刻，你就越能发现别人看不见的机会。而这种理解力是需要长时间、高强度的阅读和思考来堆叠的。这就像复利一样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哪怕只是1%，这几十年下来，那个差距会大到让你惊讶。我这辈子见过的聪明人，没有一个是不每天阅读的，没有一个，请注意，是一个都没有。这甚至让我感到惊讶。只要你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你就永远不会觉得寂寞，你也永远不会觉得无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在和过去最伟大的头脑对话。你想想看，只要花一点点钱买书，你就能拥有本杰明、富兰克林、亚当·斯密，甚至艾萨克·牛顿的智慧。这是这世界上最划算的投资。但大多数人却宁愿把时间花在看别人吵架，或者看那些为了博眼球而制造的垃圾资讯上。这简直就是一种疯狂的浪费。很多人问我，查理，你下班后到底在读什么？我在构建我的多元思维模型。你必须拥有一种多元思维模型，你不能只懂一个学科。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，那你看什么都像是钉子。这种思维方式在投资市场里是致命的。比如说，很多经济学家，我通常叫他们只有一只眼睛的先知。他们试图用单纯的供需曲线来解释世界，但世界不是数学公式，世界是复杂的。你必须懂一点心理学，因为市场是由人组成的，而人是充满偏见和谬误的动物。你必须懂一点会计学，因为那是商业的语言。虽然会计数字经常撒谎，但你得看得懂它在哪里撒谎。你必须懂一点历史，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，现在的疯狂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。你必须懂一点数学，特别是概率论和排列组合。你甚至要懂一点生物学，理解什么是进化，什么是生态位。你要把这些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编织成一张网，
我称之为格栅。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不是用单一的视角去思考，而是动用这张网，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，这时候你得出的结论才会比别人更接近真相。大部分人之所以平庸，是因为他们只在单一的领域里钻牛角尖。工程师只懂工程，医生只懂医学，但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按照学科分类的。一个商业问题往往牵扯到人性、概率、供需关系和博弈论。如果你在下班后不去拓展你的知识边界，你就永远只能做一个听命于人的螺丝钉。你想成为掌舵者，你就必须拥有宏观的视野，而这种视野只能通过广泛的阅读来获得。如果你不能从至少4、5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审视同一个问题，你就根本不配拥有一个观点。你拥有的只是一种偏见，而偏见在金融市场里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的。我们来说说人性。投资说穿了，就是一场与人性的搏斗，贪婪和恐惧。这是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留下的本能。在原始社会，这些本能能救你的命。看到好吃的拼命吃，贪婪；看到狮子拼命跑，恐惧。但在金融市场，这些本能会让你倾家荡产。当股市大涨的时候，你的邻居，那个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的家伙赚了钱，你的本能会告诉你快冲进去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这就是贪婪。当股市大跌的时候，新闻里全是坏消息，你的本能会告诉你快跑，不然就死定了。这就是恐惧。大多数人在下班后都在强化这些本能，他们看那些煽动情绪的新闻，听那些所谓的专家的预测，这些东西除了增加你的焦虑，没有任何用处。真正的投资者在下班后会做什么？他们会去研究历史。如果你读过足够多的金融史，你就会知道，现在的疯狂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。郁金香泡沫、南海泡沫、互联网泡沫，每一次的情节都差不多，只是换了演员而已。了解了这些，你就能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智商的优越感，而是对常识的坚守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常识才是最稀缺的东西。比如，你要买一家公司的股票，你得先把它看成是一门生意。如果你自己经营这门生意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关注它的现金流吗？你会关注它的竞争优势吗？你会关注它的管理层是否诚信吗？当然会。但是一旦这门生意变成了股票代码，变成了电脑屏幕上跳动的红绿数字，很多人就把这些常识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他们开始看股价走势图，开始看技术指标，开始猜测庄家的意图，这就叫舍本逐末。你下班后的时间应该用来培养这种商业敏感度，去读年报。这是我和沃伦最喜欢的活动。哪怕那家公司我们不打算买，我们也会读。因为透过年报，你能看到一个行业的兴衰，你能看到管理层的品行。有些管理层在年报里吹得天花乱坠，但掩盖不了业绩的下滑。有些管理层坦诚地面对错误，这种人反而值得信赖。读年报能让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，让你一眼就能看穿那些虚假的繁荣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你要学会延迟满足。现代社会充满了及时满足的诱惑，你想吃东西，点个外卖就送到了；你想娱乐，打开手机就有无数的视频。这种环境正在摧毁人们的耐心。但在投资里，耐心就是一切。我们赚的大钱都不是靠买卖赚来的，而是靠等待赚来的。在投资界，金钱是从那些急躁的人手里流向那些耐心的人手里的。
如果你没有耐心看着你的资产在一个星期内下跌50%而面不改色，那你就不适合做这行。你买了一家好公司，然后你就坐着什么都不做，这听起来最容易，其实最难，因为你会受到无数的诱惑，让你去操作，让你去折腾。你的经纪人会怂恿你交易，因为你不交易他就没佣金。你的朋友会怂恿你换股，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别人的股票涨得更好。你下班后的修行就是要训练这种坐冷板凳的能力。你要学会独处，你要学会享受孤独。当你的朋友都在外面狂欢的时候，你能静下心来研究一家公司的基本面，这就是你的优势。这个优势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，甚至你会觉得你错过了很多乐趣，但把时间拉长到10年、20年，你就会发现，你构建的知识堡垒是任何人都攻不破的。而那些只追求即时快乐的人，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脆弱。我也经常思考，为什么有些人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始终保持赢家的姿态？答案是他们拥有安全边际，不仅是资金上的安全边际，更是认知上的安全边际。他们只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行事，这就是最核心的秘密。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吗？大多数人不知道，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，什么钱都想赚。昨天听说医药股涨了，就觉得自己懂医药；今天听说科技股涨了，就觉得自己懂科技。结果就是跳进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，被懂行的人收割。我在下班后会不断地审视我的能力圈，我会问自己，这个行业我真的懂吗？这家公司的护城河我真的看清楚了吗？如果答案是模棱两可的，我就把这个机会扔到太难的格子里，然后我就不看它了。哪怕别人在这个领域赚了金山银山，我也不会眼红，因为我知道那不是属于我的钱。这种自知之明比智商更重要。你不需要懂所有的东西，你只需要懂几个关键的东西，然后坚持在你的主场作战。承认自己的无知是智慧的开端。如果你在打牌时玩了半小时还不知道谁是那个傻瓜，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。在投资中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，你就已经越界了。许多年轻人问我，怎么才能变得富有？我告诉他们，慢慢变富。这是一个很无聊的答案，但这是真理。每个人都想一夜暴富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想赚快钱的人往往死得最快。你下班后所做的积累，就是在为慢慢变富打基础。你在构建你的护城河，你在打磨你的心性，你在积累你的筹码。这些东西是看不见的，但它们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不要低估习惯的力量，习惯是巨大的飞轮。如果你养成了每天下班后读书的习惯，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很累、很枯燥，但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这个飞轮就会转得越来越快，最后它会产生巨大的惯性，推着你往前走。你会发现，学习变成了一种享受，不学习反而会让你难受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就已经赢了，因为你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懒惰的人。你要离那些烂人烂事远一点，这也是下班后要注意的。你的社交圈子决定了你的眼界。如果你周围的人都是整天抱怨社会不公、工作消极怠工、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，你很难不受他们的影响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社会认同倾向。你要主动去寻找那些比你优秀的人，去读他们的书，去听他们的演讲，去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。哪怕你接触不到他们本人，你也可以通过阅读让他们的思想进入你的大脑，
这就叫与伟人同行。还有一点，要保持诚实，不仅对别人诚实，更要对自己诚实，千万不要自我欺骗。我知道很多人在下班后会假装努力，他们买了很多书，拍个照，发在社交媒体上，等待别人的点赞，然后就把书扔在一边，再也不看了。他们报了很多在线课程，听了5分钟就切换去刷娱乐视频了。这种表演式的努力，除了感动你自己，没有任何意义，结果是不会陪你演戏的。你的银行账户余额是不会陪你演戏的。在这个充满了谎言和欺骗的世界里，诚实不仅是一种美德，更是一种极其稀缺的商业资源。如果你能做到对自己绝对诚实，你就已经战胜了大多数只会自欺欺人的对手。你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无知，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懒惰，然后去改变它。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，可能很多人听不进去，因为这些话不好听，不顺耳，也不能给你带来多巴胺的快感。但这就是真相，良药苦口。如果你想听好听的，大街上有的是人愿意骗你。他们会告诉你，只要买了他们的代码，就能1个月翻倍。他们会告诉你，只要跟着他们操作，就能轻松实现财务自由。那是毒药，喝下去你会很爽，但最后你会死得很惨。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决策，你在下班后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你的人生。你选择看书还是打游戏？你选择思考还是发呆？你选择运动还是暴食？这些微小的选择每天都在叠加，1天2天看不出来，3、5年后就是天壤之别。你与亿万富翁的差距不在于他现在有多少钱，而在于他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在他下班后的那些时间里，他在做什么。我们常常听到复利这个词，但大多数人只把它用在金钱上。其实知识的复利更可怕。你今天学懂了一个概念，明天又学懂了一个概念，后天你发现这2个概念之间有联系，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。这种知识的连接和爆炸是指数级的。当你脑子里的模型足够多的时候，你看问题的穿透力会变得非常强。别人看到的是混乱，你看到的是规律；别人看到的是风险，你看到的是机会。这种能力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我和沃伦这么老了还在工作，还在阅读？因为这很有趣。当你能看懂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律时，你会获得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。这种享受比任何物质的享受都要持久，都要深刻。我们不需要游艇，不需要豪车，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我们要的是真理，我们要的是对确定性的把握。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筛选资讯的能力比获取资讯的能力更重要。你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被垃圾资讯轰炸，那些标题党，那些贩卖焦虑的文章，那些毫无逻辑的争吵。你必须学会屏蔽这些噪音，你要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，只让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、有逻辑的、有事实依据的资讯进入你的大脑，其他的通通挡在门外。保护你的注意力就像保护你的钱包一样，因为注意力就是你的生命资源。现代人最大的悲哀在于，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渠道，却丧失了深度思考的能力。他们像金鱼一样，记忆只有7秒，注意力随着屏幕的光亮四处游走，最终一无所获。关于专注，我还要多说几句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坐不住。你看，他们一会看手机，一会喝水，一会发呆。这种碎片化的状态是无法进行深度思考的，而只有深度思考才能产生真正的价值。你下班后
能不能关掉手机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专注地读2个小时的书，或者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已经打败了90%的人。专注力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货币。不要害怕犯错，但要害怕犯同样的错。我们在投资中也会犯错，沃伦也会犯错，但我们从不掩饰错误，我们反而会把错误拿出来反复解剖。每一次错误都是一次极其宝贵的学习机会。你下班后检讨的时候，不要只看你做对了什么，更要看你做错了什么。为什么当时会那么想？是情绪失控了，还是资讯不全，还是逻辑有漏洞？把这些问题搞清楚，你的功力就会上一个台阶。而且一定要重视基本的数学能力。不需要你会微积分，但你要懂概率，要懂排列组合，要懂复利计算。生活中的很多决策本质上都是概率问题。比如你要不要换工作，要不要买房，要不要结婚。如果你能用概率的思维去分析，你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，而不是凭感觉，凭心情。感觉是最不靠谱的东西。我常说，如果我在桥牌桌上，我知道胜率是60%，我会压下重注；如果是90%，我会把房子都压上去。但大多数人不懂这个，他们在胜率只有40%的时候拼命下注，在胜率90%的时候却畏缩不前。你要明白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。有些人出生在终点线，有些人出生在起跑线后面，但这种不公平有时候反而是你的机会，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抱怨不公平，都在等待别人来拯救他们。如果你能跳出这种受害者心态，如果你能意识到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如果你能利用你下班后的时间去武装自己，那你就能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杀出一条血路。别去寻找什么捷径，如果有捷径，早就被人踩平了。真正的捷径就是那条最难走的路，那就是日复一日的阅读，日复一日的思考，日复一日的自律。这条路很挤吗？一点都不挤，因为大多数人走到一半就放弃了。他们受不了枯燥，受不了寂寞，受不了诱惑。所以只要你坚持走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路越走越宽，风景越来越好。永远不要为了那1%的虚荣去牺牲100%的原则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，能够坚守原则，耐得住寂寞的人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我也想谈谈关于朋友的问题。虽然我说要独处，但不是让你与世隔绝。你下班后可以去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但标准要高。不要和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在一起，要和那些能激发你思考，能给你正面反馈，能和你一起进步的人在一起。这种高品质的交流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，但这种交流的前提是你自己必须有料。如果你自己空空如也，你也吸引不到优秀的人。所以归根结底，还是要先修炼内功。很多时候，人们高估了1年的变化，却低估了10年的变化。你可能坚持下班后学习了1个月，发现什么都没改变，然后就灰心了。这是典型的线性思维。真实的世界是非线性的，你要有耐心等待那个拐点，也许是3年，也许是5年。在那个拐点到来之前，你哪怕付出了100%的努力，可能也只能看到1%的回报。但一旦跨过那个拐点，回报就会排山倒海而来。投资自己不仅仅是读金融书，你还要读传记，读那些伟大人物的传记，看看他们在低谷期是怎么熬过来的，看看他们在面对巨大诱惑时是怎么选择的。你会发现
人性在几千年来根本没变过。你现在遇到的困惑，历史上无数人都遇到过，他们的经验就是你最好的向导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一句话：提升你的认知，配得上你的财富。如果你的认知不够，就算运气好赚了钱，市场也会有100种方法收割你，直到你的财富和你的认知相匹配为止。这就是所谓的凭运气赚的钱，凭实力亏回去。所以不要急着赚钱，先急着值钱。你下班后的时间就是你让自己变得值钱的最佳时机。不要把这段时间浪费在那些廉价的娱乐上，那些娱乐是给那些甘于平庸的人准备的麻醉剂。你要做那个清醒的人，你要做那个在黑夜里磨刀的人。等到天亮的时候，等到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你才能一刀两断。最后，我想告诉你，这种生活方式并不痛苦。相反，当你习惯了思考，习惯了求知，你会发现这才是最高级的快乐。你会看着那些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人感到一种悲悯，因为你知道，他们正在错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那就是智慧带来的自由。获得智慧是一种道德责任。如果你有能力变得更聪明，但你却选择了愚蠢，那就是一种罪恶。因为你的愚蠢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决策，会让你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，最后连累你的家人受苦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重新规划你下班后的时间吧。扔掉那些垃圾应用程序，拿起那些经典的书籍。不要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。你是在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，你是在为你自己的未来下注。这场赌局，庄家是你自己。只要你不离桌，只要你不停止学习，你就永远不会输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很简单，但很难做。能做到的人不需要我多说，做不到的人说了也没用，选择权在你手里。我是查理芒格，我就说这么多，现在去做点有用的事吧。